怀孕3个月时，医生老公亲自操刀替我做流产手术。黄色垃圾桶里躺着我那已经成型的孩子。顾时初用白大褂挡住姜薇好奇的目光，还说别看，容易做噩梦。手术结束，他冷冰冰地朝我肚子上扔来几张卫生纸，然后就带着姜薇走了。后来顾时初知道了真相，哭得肝肠寸断地求我不离婚好不好？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躺在手术台上，我还是不敢相信要我孩子性命的竟是他的亲生父亲。顾时初忙碌地准备手术时要用到的器械，我扶着床沿起身看向他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可他是无辜的呀。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哀求，他决定了的事情根本无法改变，可我还是不死心，心存幻想。但现实往往比想象残忍。顾时初戴着医用口罩，所以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是听见他极力压制的愤怒。我也是无辜的，不能因为他的出生而让我身处险境，怪就怪他来的不是时候。我默默躺了回去，嘴里酸涩无比。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顾时初轻嗤一声，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冷淡。我既然能把他带来，也能把他送走。乖乖躺着，手术马上开始了。但坐在凳子上的顾时初却迟迟不肯动手，只是一个劲地盯着门外看。现在停手还来得及，只是在最后一秒，我依旧还在劝解顾时初。他转过身，将目光投在我身上。你想多了，我在等微微。顾时初的话犹如一盆冰水，将我身体浇了个透。我这么狼狈的时候，他也不忘让姜薇来看我笑话。门被打开，姜薇穿着无菌衣走了进来。顾时初示意他坐在身旁，护士走过来准备给我打无痛点滴，我麻木地将手递给他。只是在下一秒，顾时初便开口，不需要麻药，他耐痛能力比较强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护士还想说点什么，但直接被顾时初的眼神吓到，他只得默默退回旁边。顾时初明明知道我连来月经时的疼都忍耐不了，更何况还是进入身体的手术，可他似乎已经忘了，人的记忆真的会消散得如此之快吗？顾时初坐在我大腿中间，示意我将腿张开，我就那样直勾勾地对着姜薇。他厌弃地皱了皱眉，但还是忍不住观看。好痛！器械进入身体那一刻，我不由得发出嘶吼。护士赶忙走到我身边，将我手握在手心。顾时初动作粗鲁，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。换做以前，我要是手上割破一条小口子，他都会心疼得不能自已。叫什么叫？疼不疼我还没有数吗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能装？天花板的白炽灯刺得眼生疼，直到流出眼泪，我才缓缓闭眼。我能感觉到孩子正在一点一点流失，可身体的痛早已超过心里的痛，下身已经麻木，只有心脏像被刀刮过一般。顾时初亲手杀掉了他的孩子，他真的做到能把他带来，又把他带走。姜薇忍不住好奇，起身走到我身前。顾时初赶忙用白大褂挡住身下的垃圾桶。微微别看，晚上容易做噩梦。可姜薇开始撒娇，嘴里娇嗔地说着，不要嘛，时初哥哥，我就要看就要看，你给我看看嘛，求你了，我答应你就看一眼，好不好？护士鄙夷地瞥了一眼姜薇，然后拿纸替我擦拭额头的汗珠。顾时初最终妥协，让姜薇瞟了一眼。看完之后，姜薇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我已经没有力气起身，顾时初只是冷冷地将卫生纸扔在我腹部，我还有事，你自己处理。说完，他和姜薇脱下手术衣便走了出去。护士给我拿了止痛药，让我在手术室多休息一会儿再起身。从手术室出来时，顾时初的办公室已经大门紧闭，不知所踪。他终究没再来看我一眼，他口里所说的工作也不过是陪姜薇罢了。回到家，我去厨房给自己熬了碗白粥，喝下之后才觉得胃里被填满。打开手机，空空荡荡的微信界面，没有顾时初的一句问候，但我还是厚着脸皮给他打去电话。今晚还回来吗？时初。电话那端本来还在欢声笑语的交谈，瞬间戛然而止。今晚还有手术，就不回来了，睡值班室就行，你也别给我送饭。顾时初说谎的技术真是一点也没有长进，他早在我离开之前就已经离开了，而那头分明也传来了姜薇的笑声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自己哪还有时间给他做饭啊，都已经自身难保了。因为他总是熬夜值班，觉睡不好，饭吃不饱，所以半夜我都会炖点鸡汤给他送去。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不再需要我的关心，送饭这种事情也变成了姜薇。话音刚毕，顾时初便迅速地挂断了电话，生怕我会打扰他们。朋友圈右上角显示一个红点，我顺其自然地点进去，却看见姜薇更新的动态。谢谢某人精心替我准备的烛光晚餐。图片里是姜薇的自拍照，她对着屏幕比耶，但细心的我还是发现照片右下角男人的半个手掌，因为上面是我和顾时初结婚时买的戒指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
关掉手机，我径直地走回房间，没有洗脸，也没有洗澡，只是疲惫地倒在床上，回想顾时初做出的种种，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这些事情的折磨。顾时初的妈特别不喜欢我，她就喜欢姜薇那种小鸟依人的，看着好拿捏的性子。本来顾母就一直劝顾时初跟我离婚呢，谁知道我突然宣布怀孕，她只能忍着心里的不满。可有一天，她突然给顾时初打电话，说她专门去庙里求了签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生下来，因为这孩子和顾时初八字相克，要是执意生下来，顾时初会有血光之灾，严重的话还会有生命危险。一听这话，顾时初吓得不行，他觉得肯定是自己长期做流产手术，那些死了的婴儿来找他报仇了，所以他马上决定给我做流产手术。我苦苦哀求都没用，他还说孩子以后还会有，可这个肚子里的一定不能生。没办法，我被他拖进手术室，孩子流掉了，他心里的石头才落地。可我没想到，在这么丢人的情况下，他都忘不了姜薇。姜薇和顾时初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因为学业，姜薇出国深造了，我因为身体不好，以病人的身份闯进顾时初的世界，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，他还开始疯狂追求我。结婚前我都不知道他心里一直有姜薇，他对我百般照顾，啥都依着我，可姜薇一回来，啥都变了，原来他心里一直都是姜薇。第二天，顾时初满脸笑容的回家，可一看到我，他马上收起了笑容。我端着水杯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客厅挂着的艺术照，觉得真讽刺。昨晚在姜薇家留宿了吧？我心平气和地问他，就想看看他会不会说实话。顾时初放下车钥匙，直接朝我走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留宿又咋了？又没发生啥。微微刚回国，饮食起居都不习惯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得照顾他。倒是你，一天疑神疑鬼的。我要是真想和姜薇复合，哪还轮得到你跟我结婚？顾时初一脸不屑，对昨天的事一点愧疚都没有。他啥时候变得这么冷漠了？我都快不认识他了。我就问问，没别的意思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情侣水杯，抿了抿干巴巴的嘴唇，可惜就剩这一个了，另一个被他随便扔垃圾桶了。他嫌造型幼稚，不够成熟。可想想，这还是他兴高采烈的跑去饰品店给我买的呢。收拾一下，回去看看妈，知道孙子没了，他也挺难受的。说完，顾时初就朝房间走去，我也跟着起身，把水杯放在茶几上。明明就是他的主意，他哪会难受？进房间的时候，顾时初正准备脱衣服呢，可一看见我，他又赶紧把衣服穿上，但我还是看到了他脖子上的吻痕，密密麻麻的，整个脖子都是。你进来咋没声呢？跟鬼似的。我扶着门框，无奈地笑了笑。你是我老公，换个衣服还不能看了？顾时初不看我，打开衣橱乱翻一通，最后找了件高领毛衣，进了浴室。到顾家老宅的时候，姜薇已经先到了，她在厨房帮顾母忙里忙外，两人聊得可开心了。一听到顾时初的声音，她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出来。她可不像顾时初那样隐瞒昨晚的事，大大方方的就露出来了。姜薇回来后，顾时初好久都没碰过我了，唯一碰我的那一次，我还怀孕了。他就说工作太累，没精力想那些，我也理解他。顾母一看见我，就嫌弃地撇了撇嘴，然后把顾时初拉到姜薇身边。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们俩才像一对。接着顾母又拉着姜薇的手说，都怪时初没毅力，经不住林可的勾引，才跟他结了婚。我赶紧上前为自己辩解，妈，你得搞清楚，是顾时初死缠烂打追的我，不是我倒贴。顾母把顾时初和姜薇推到一边，走到我跟前，直接给了我一耳光。啪！清脆的一声，迅速落在我脸颊上，顿时嘴角就流出像发丝那么细的液体。长辈说话的时候，哪有你插嘴的份？你爸妈就这么教你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说错了吗？不是你勾引时初，他能看上你这样的？我不仅看不起你，我还要把祖传的玉手镯给薇薇。手镯在谁手里，谁才是我顾家的儿媳妇。接着，顾母把手腕上的手镯摘下来，走到姜薇跟前，细心地给她戴上。姜薇晃着手上的玉镯，向我显摆，眼里全是挑衅。林可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哟，谁让你不得宠呢？婆婆不爱，老公不宠，啧，我用手摸着滚烫的脸颊，不争气的眼泪也流了下来。今天这哪是聚餐啊，根本就是来羞辱我的。姜薇和顾母回到厨房后，顾时初才走过来，他全程一句话都没帮我说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死心了，他也是向着姜薇的。哭什么哭？我妈又没用力，你别这么玻璃心，我妈一直就这样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朝顾时初怒吼，忍，就知道让我忍，要忍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是不是看你和姜薇上床，我还得忍着？可我忍不了了，因为情绪太激动，我的胸腔也不自觉地上下起伏。我以为顾时初看到我这样，多少会有点怜悯，可我忘了他在手术室对我的冷漠。他又是一巴掌落在我已经红肿的脸上，我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个近乎发狂的男人。林可，
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刚才对我妈说那样的话，我都没怪你，现在倒好，还得寸进尺了。这饭你还吃不吃？不吃就给我滚回去，好好反省反省。我妈没错，微微也没错，我更不可能有错。我朝她点点头，对，错的都是我，一直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嫁给你，更不该怀孕，我的错。我垂着头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，开始很疼，后来就麻木了。走到门外，才发现外面下着大雨，天边响起轰鸣的雷声。屋里的姜薇害怕地叫了一声：“史初哥哥，我好害怕打雷啊！”顾时初赶紧跑回屋里：“别怕，微微，我来了。”以前我也很怕打雷，打雷的时候，顾时初总会把我抱在怀里安慰。可现在我好像不怕了，不是因为我变勇敢了，而是没了保护我的人。再不离开，顾时初又该说我厚脸皮了。夜里我做了好多梦，梦到我和顾时初的各种过往，直到梦见他又把我拖回手术室，我才惊恐地醒来。我下意识摸了摸额头，发现自己发烧了，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想给顾时初打电话，可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没这个资格了。从抽屉里找到一片退烧药吃下，我才又回到床上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来到医院，想着该和顾时初好好谈谈离婚的事了。走到门口，却看见姜薇正坐在顾时初腿上，两人不顾旁人的眼光，一个劲地打闹。突然，顾时初发现了站在门口的我，可可，你怎么来了？姜薇赶紧从顾时初身上挪开，朝我一笑：“林可姐，你可别误会呀，我肚子太疼了，才让时初哥哥抱我的。”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，睡在一起我都不会介意，何况就只是抱一下。顾时初好像有点不满，皱着眉看着我：“你怎么说话呢？人家微微生理期不舒服，我抱一下怎么了？”我无所谓地说了句：“没关系，我真不介意。”顾时初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想好好和你谈谈。顾时初看了看墙上的时间，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？马上有台手术，我得去准备了。我淡淡的哦了一声，那我等你。顾时初把姜薇送到门外，叮嘱她回家多喝温水，实在太疼就来医院，别硬撑。我靠在门框上，看着顾时初认真的样子，心里思绪复杂。他很久都没这么耐心地跟我说过话了。送走姜薇后，他才回来，看见我还站在原地，冷冷地说：“我都说了，现在没空，是你那些鸡毛蒜皮的事重要，还是病人的安危重要？”接着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向手术室。原来，顾时初昨夜一整晚都陪着姜薇，就因为他来了月事，他就可以不顾自己的休息时间陪着他，而我只需要几分钟时间，他都不给我。回到家，却发现姜薇拿着家里的钥匙先我一步回来了。她正穿着我的蕾丝睡衣躺在沙发上，茶几上放了一杯加满冰块的咖啡。顾时初的话你忘了吗？生理期不能喝凉水。姜薇难得看了我一眼，我的鬼话也就时初哥哥会信，你不会也信了吧？他朝我露出一个坏笑，挑了挑眉毛。我默默叹了口气，回到房间才发现衣橱里的衣服全落在了地上。我赶紧走到房门口，质问姜薇：“这点教养都没有吗？随便进别人家，随便翻别人家衣橱，有点脸好吗？”姜薇拿起桌上的咖啡，抿了一口：“脸，我最不缺的就是脸。时初哥哥爱我这张脸，爱得死去活来，你竟然说我没脸！我对这种厚脸皮的人真是没了继续说下去的耐心。”随便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我拿着手提包就离开了。老公被人霸占，连房子都被人霸占，我还有啥继续生活下去的念头？当天我就买了去往西藏的机票。抵达贡嘎机场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手机显示顾时初打来无数通电话，他终于想起我了。回到提前订好的旅馆，我才给他回过去。一接通就是顾时初劈头盖脸的责骂：“林可，你什么意思？明知道微微在生理期，还要逼她喝冰咖啡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就离开了？房间那些衣服也是你弄的吧？”说完了吗？说完该我说了。顾时初还想说啥，却听到我冰冷的声音。在他心里，我就得低声下气地跟他说话，好像永远比他矮一头，他才高兴。他不高兴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又想说啥？不会又是怀疑我和微微吧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离婚吧，我成全你们，省得你妈总觉得是我棒打鸳鸯，拆散了你们这对金童玉女。”手机里顿时没了声音，只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慢慢开口：“离婚？为啥要离婚？就因为我打掉你的孩子，就因为我和微微走得近了点。你明明知道那个孩子会对我不利，还存着私心想把他留下来，你就这么恨我？”我平静地对顾时初说：“是你自己做贼心虚，想太多。我只是觉得我该退出了，霸占你这么久，该还给姜薇了。我们之间没孩子，财产全归你，好聚好散吧。”林可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。第二天我报了个旅游团，跟着团队去了好多地方，先去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，接着又去了美丽的巴松措，那儿气候温和，风景特美，还有羊卓雍措，
那可是西藏3大圣湖之一，湖水清澈得很，周围的雪山和草原就像画一样。可突然到了高海拔的地方，我难免有点缺氧。玩的时候还没觉得，回来的时候直接在车里晕过去了。同车有个男人走到我跟前喊了好久都没把我叫醒，没办法，他就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吸了点氧，我这才醒过来。醒来的时候，男人正坐在我床边打盹呢。可能是我起身幅度太大，他拖着下巴的手一下滑开，差点摔倒。是你？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他有点害羞地摸了摸脑袋。我看你一直都是一个人，其他人都下车了，就你没下，我就留了个心，看到你躺在座位上怎么叫都不醒，着急之下就把你送医院了。我记得这个男人这几天旅游的时候，他老是有意无意地看我，一开始我可别扭了，还以为他不是啥好人呢。可有一次我站在湖边看海，差点掉进去，是他眼疾手快把我拉回来，所以我就打消了之前对他不好的看法。现在他又救了我一次，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他才好。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真就晕死在车上了。男人告诉我，他叫沈君婷，受不了家里催婚，就一个人跑来西藏旅游，好像打开了话匣子。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他遇到的趣事，我也不烦，认真地听着。当他问我为啥也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，我沉默了。我从来不想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，可眼前这个男人给了我十足的安全感。他不像故事初那样老是凶巴巴地对我，而是温文尔雅地听我说话，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和故事初的事告诉了他。听完后，他难过地瘪了瘪嘴，为我打抱不平。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么瞎的男人，要是让我碰到，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。回旅馆的时候才发现，沈君婷和我竟然住一个酒店，不但如此，他也住在云城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关系更近了，还约好回去的时候坐同一班飞机。回旅馆的路上就觉得内裤气气的，一回到房间，我就赶紧冲向卫生间，一看，果然恶露还没排完，门外的沈君婷还等着我出去聊天呢。可这时候我尴尬的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我都不知道咋开口。我需要新内裤和卫生巾。沈君婷好像察觉出了不对劲，她试着敲厕所门问我，林可，你是需要卫生用品吗？要是需要，我去楼下买。听到卫生用品这几个字，我脸一下子就红了。他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能再拖了。接着又说了一句，能再买条内裤吗？回来我给你钱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沈君婷才闷声说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才10分钟，沈君婷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。我把门打开一条小缝，她很识趣地把脸转到一边，只伸了只手进来，袋子里是一条粉色内裤，还有日用和夜用分开的卫生用品。顿时觉得故事初亏欠我太多了。他觉得去超市给我买卫生巾是很丢脸不光彩的事，这人跟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？出来的时候，沈君婷还坐在床边等我，他不知道恶露是啥意思，只以为我是来月事了，所以担心地问我肚子疼吗？要不我去买点红糖水。我朝他笑笑，眼里满是感谢。不用，已经很麻烦你了。他不在意地说，在外面就该互相照顾。等沈君婷走了，我才安心躺下整理这几天的旅拍照，随便选了几张发在了朋友圈。西藏圣地，不枉此行，配的全是我的自拍照。没多久，故事初打来电话，语气竟然温和了一些，玩够了就早点回来，我还等着喝你炖的鸡汤呢。我没好气地说，你还真把我当你的佣人了呀。爱你的时候，我愿意为你做很多事，就算凌晨1点起来给你做饭我都没怨言。可我现在不爱你了，听你说这些话我都觉得恶心。醒醒吧，故事初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明天到云城去办理离婚吧。要是你不同意，我就只能上诉离婚。这一刻，故事初才真正意识到我不是说着玩的。说完这些，我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，没给他反驳的机会。回到云城的时候，时间还早，整个飞行途中，沈君婷一直关心我肚子疼不疼，晕不晕机啥的。我不觉得烦，反而很感动，因为除了以前的故事初，没人这么关心过我。找好住处后，我和沈君婷互相加了好友，他才不舍得离开。回来第一件事不是急着找故事初，而是去了顾母说的云山寺庙。问了好久，我才找到当日给顾母抽签的大师。我早就怀疑这是有问题，现在果然得到准确答复后，我下山直接打车回到故事初家。到家的时候，姜薇正窝在沙发上追剧，看见我回来，他把手里吃剩的苹果核扔到我脚下。哟，这是哪个不要脸的又回来了？是不是外面没人收留你，又回来继续当时初哥哥的舔狗啊？我没理他，直接走进书房，找到了正在办公的故事初。他惊讶地抬头看我，见我回来，电话里的那点好脾气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。玩够了，知道回来了，这次我就原谅你了，可不能有下次。我笑了笑没说话，直接把手机里的视频递到他跟前。他一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点开手机看里面的视频。视频里有2个声音，
一个女生的，一个男人的。女生对男人说，明天有人来上香，然后摇签之后，你直接告诉他是下签，问题出在他儿媳身上，报应会在他儿子身上，不用说得太明白，含糊点就行。男人点了点头，接着接过女孩手里厚厚的钞票，女孩转身朝楼梯口走去，消失在摄像头里。故事初几乎是捏着手机看完的，他眼神凌厉地把手机递给我，直接朝客厅走去。姜薇，你告诉我，求签的视频是不是你搞的？要是让我知道真是你做的，你就死定了。姜薇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把手机扔到一边，然后朝故事初走来。石初哥哥，你在说啥呀？微微听不懂，什么叫是我做的？我没干啥事啊。哦，你是不是说那天房间地上的衣服？故事初一把姜薇扔到沙发上，然后俯身下去揪住她的衣领。你知道我不是说的这个。姜薇还想狡辩，说话都结巴了。石初哥哥，你别这样，你吓到微微了。呜呜呜！姜薇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可被气昏头的故事初哪还吃这一套，他直接一耳光扇醒了装哭的姜薇。你还给我装，我看你能装到啥时候？我在一旁看这场好戏也不明白，明明故事初是学医的，还轻信这些算命的，真是越学啥越怕啥。故事初从姜薇身上起来，朝我走来。这时的姜薇浑身颤抖地靠在沙发上，身体像触电一样打着冷战。可，把你手机借我一下。故事初伸出手，我从衣服里掏出手机递给他，然后他又点开视频递给姜薇。我一下子有点失神，故事初好久都没叫过我可了。看完视频的姜薇一口咬定是我用软件合成的视频，我无所谓的回他，是不是要我把那个和尚叫到你面前你才承认？人家是吃斋念佛的和尚，因为受你贿赂，他后悔的不行，把真相说了出来，自己也被扫地出门了。姜薇突然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，那是他活该，谁让他见钱眼开，跟没见过钱似的。一看见我从衣服里拿出来钱，眼睛都快掉地上了。他接着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说，石初哥哥，你会原谅我的对吧？我是因为爱你才是这么做的呀，你本就该属于我，是林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把你抢走，我只是想把你抢回来而已。故事初捏着手机连连后退，终于把对我的凶脸转到了姜薇脸上。姜薇，你够了，因为我的孩子没了，是你害死了他，不如我也把你送进手术室，给你清个宫怎么样？你真是太脏了，得好好处理一下才行呢。故事初眼里泛着泪花，用手死死捏住姜薇下巴，来回打量。可能是姜薇想起我那天的惨状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要去告诉顾阿姨。说完，他惊慌失措地逃出客厅，直接摔门而去。他的事说完了，该说我们的事了。我看着姜薇离开的背影，然后走到故事初跟前，他赶紧扶住我的双肩，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不离婚好不好？可，我不要离婚。你想要孩子，我们再怀一个就是，可你不能离开我。我挣脱他的双臂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晚了，躺在手术室的时候，我求过你的，可你呢？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安危，哪还记得肚子里的孩子啊？你都知道了，这都是姜薇搞的鬼，你要怪就怪他吧。故事初扶着我的身体缓缓往下滑，然后跪在地上无声的哭泣。他有罪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是你盲目相信你妈和姜薇，不相信我，在你眼里所有人说的话都是对的，就我一犯错就全错，得不到你一点信任，你知道吗？姜薇骗你说肚子疼的那一夜，我发高烧差点死了，可你呢？家人在怀，哪还有我的位置？我擦了擦眼泪，看着身下痛哭流涕的男人，突然觉得说再多都没意义了。走流程吧，明早我等你。我从故事初手里抢回手机，然后朝门外走去。故事初还在后面喊我，而我只是更快地离开了。下飞机的时候，匆匆忙忙租的房子都没顾得上选地段，这一出来才发现离故事初的医院这么近。沈君婷担心我刚找到房子，生活用品还没准备齐全，提出请我出去吃饭。我把房子简单打扫了一遍，然后拿着手提包去见沈君婷。可好巧不巧，出去的时候正碰见要来上夜班的故事初，而沈君婷也刚好站在不远处跟我打招呼。六目相对，故事初先开口，他是谁？你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呀？林可，我们还没离婚呢。我看都不看故事初，直接看向沈君婷。稍等一下，说点事儿。他站在不远处朝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只是朋友。再说，我想不想找下家，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。我看着故事初越来越阴沉的脸，好像下一秒就要黑得像墨一样。故事初捏了捏拳头，皱着眉看着我。林可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做的是有多过分，你知道就好，后面的话不用说了。我烦躁地甩了甩脑袋，露出不高兴的样子。故事初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烦躁地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然后挂掉。我先去上班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故事初看着我，目光很真诚。我现在真有事，病人要马上进行剖腹产，
我笑着回答，好，你去吧，不过这次我就不等你了。吃完饭后，沈君婷把我送回家，又给我买了很多生活用品，最后还是不放心，一直看着我入睡，她才放心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听说顾母知道是姜薇搞的鬼才让她孙子流产，直接气得晕倒在地。虽然她讨厌我，可孙子身上流的到底是顾时初的血，要不是担心顾时初的安危，她也不会怂恿顾时初打掉我的孩子。然后姜薇打了120，顾母被紧急送往医院，倒霉的是在途中又出了很严重的车祸，最后抢救无效死了。姜薇也在那辆救护车上。起因是姜薇去找顾母，把实情说了。姜薇以为顾母还会无底线的包容她，哪知道顾母当场大发雷霆，直接脑溢血了。最后他们俩都死了。既然顾母那么想让姜薇当她儿媳，那就让他们在地下好好当一对孝顺婆媳吧。顾母葬礼上，顾时初正跪在地上点蜡，我从旁边拿过2支红烛，也插在灵前的盆盏里。顾时初双眼红肿得像刚剖开的鱼泡。你来了？我点点头，看着他，节哀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见过顾时初。听说他辞掉了医院的工作，医院里传言他亲手流掉老婆肚里的孩子，后悔的不行，因为悔恨，所以离开了医院。院里的护士也不停地议论，顾医生也太狠了。我亲眼看见他流掉自己的孩子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还看见他和小三在办公室旁若无人的卿卿我我呢。要我说啊，都是那个小三的错，死100次都不够。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母亲突然离世，他接受不了。不管啥原因，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沈君婷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向我求婚，求婚结束，沈君婷牵着我的手往屋外走，却看见顾时初匆忙逃窜的背影。沈君婷侧头问我，那人好像是……我打断他的话，你不是说陪我去看电影的吗？沈君婷知道我不想再提顾时初的事，识趣地拉着我走进了电影院。电影很好看，最后女主终于如愿找到了自己的良人，